们今天呢也是一样，要带各位玩具人，好不好？去你家的系列，去你家系列又来啦！没错，这次呢，我们也是要采访一个在某一个 IP 收集非常多各式周边玩具的收藏大神。今天呢，等于我就是要来寻找童年，因为这个作品，它某一代的作品是我出生那一年的作品，然后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呢，非常的红。小时候绝对都玩过，现在就马上去找我们这个收藏大神，越来越接近这个目的地了。是一间理发厅，看起来是一个很有质感的男性理发厅。对，这里会有。我觉得可以进去收问一下。藏家。哎，不好意思哦，请问路易斯·艾克斯在吗？嘿，谁？是谁？喂，刚刚迎来一个非常劲爆的登场啊！那想必大家也知道，这位就是洛克人收藏家。嗨，我是 News Barber 的老板 Louis。可以请路易斯带我们看看你的收藏空间。哦，哇，他的脚步很轻快，好扯哇哇！我大概是从6年前开始收的，跟朋友去地下街才转了第一款扭蛋，从那时候才开始这条不归路。那其实是从小就是看我哥玩 PS1 的洛克人8，自己是玩 Game Boy， 从中间就一直知道洛克人，但是没有特别的去收。那因为像小时候玩那么多游戏啊，为什么是洛克人？那时候也是想说，其实洛克人东西，老实讲已经很冷门了，所以我觉得好像我把玩具这一类收集整套，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收完之后发现，其他很多东西都很可爱，然后到最后好像有一点像下符咒一样，就你会想要一直收它任何的东西，只要印它的 mark， 你就会想要去收集。那时候特别喜欢它一个设定是，它可以从8个关卡，你会不知道从哪个关卡里面会收集到4个装甲，然后它每个造型我觉得都很帅，慢慢喜欢这个东西，也是在后来的一些变身的系统。简单的游戏，但是它很丰富的内容，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呢，我们的库玛跟我们说呢，就是这位 Louis， 他有为了这次的访问，特别把他所有的洛克人的收藏全部带来这边。原本是收藏在家里嘛？对，原本都放在家里。感谢你为玩具人的付出。因为其实从库玛他联络我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在构想我要怎么用，然后我就开始开车一车一车这样载过来。这一区是我第一个电动 Game Boy， 我小时候就是玩这个盒卡。哦，小时候在那种书店不会卖正版的，它就是卖一片比正版卡带还要更便宜的价格，但是你全部都可以玩到这种盒书。哇！这超有年代感，好赞！洛克人英雄家族总动员。对，而且洛克人它的好处是它不需要记忆电池，它只要打密码就可以，不像神奇宝贝你就要电池，但是洛克人不会，你只要用纸张把它记下来密码就可以继续再玩。对，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刻。第一次接触洛克人的时候就是在 Game Boy 嘛，对，就是 Game Boy， 就是这一台，这也是从日拍上面找的，然后就开始找他们1、2、3、4、5代全部的洛克人 Game Boy 的卡带，我觉得它盒书都要很完整。他们在 GBC 上面出的2款，印象最深的是这个，这个是我小时候好像那时候有一台 GBA， 然后那是妈妈带我去百货公司买的第一个正版卡带。洛克人佛路迪这一款比较重要的是它有100个 CD， 然后它用呼叫莱西去地板挖那个 CD 出来，所以它的全部的元素会很花时间。所以我记得这一款我花很多时间把它破完，然后加上收集全部的元素。想问那个洛克人的 Game Boy 是这个也是好像网络上有人在卖，它很特别的是它把第一件换成是艾克斯的手炮，不一样是它有高光，它可以去调。它可以调亮。哦，它可以，好高科技哦！哇，好高科技哦！这是后期那个同人去改的，它的画术都会比较好。像这个洛克人世界5啊，它是后来好像美国有人去把它做成彩色的，然后就把它做成卡带，1到5代它是 GB， 它不是 GBC，GBC 才是彩色的，这个是黑白的。然后这一区是任天堂的红白机，然后到超任这边，它有的游戏我应该几乎都收来。比较有趣的是这个迷你的红白机，然后洛克人2好像是卖的最好，那时候好像有100万的销售量。洛克人2超难的对，很难，它不能机器，不能滑垒。对啊，洛克人2超难的。可是你小时候是玩 GBA 的，所以这应该都算是你长大之后才知道，然后才又回追的。对，他们从那个红白机到超任，它是换一个世代，所以他们洛克人的模组也用了6代，然后这是新的模组，但这个模组也只用这1代而已，所以这一款它的要素也很多，可以跟莱西合体之后它可以飞，然后那个洛克炮也变得比较厉害。这边都有把它破关。
但是有一些太难，我就没有特别想要把它全部要素都解，就大概打到威力博士结束就差不多。第一次入手洛克人一定要买这一片，它是洛克人 X 的1到4，就也是这个主机的1、2、3这3片都在里面。然后我就如果要玩原主的话，可以买这一片，它就是1到6，7是超人，然后8是 PS 的，然后它90好像又是进行复，对，它又回到最原本的那种8 bit 的洛克人，就是没有办法收那么多的话，就直接买这2片加一台 Switch 就可以。可以玩到过去的20年时光。它这个超可爱的。对啊，这个是从哪里买的？这也是从美国它就是美版的，专门放手把的吗？对，专门放游戏手把。我们现在进到这个 Sega 16 bit 的部分，因为 Sega 他们只出1款而已，然后 ND 他们只有出这个威力世界，所以为了玩这个，我会去买这一台，因为这一款好像很多外国人喜欢，所以他们又自己同人出了一个后面4到6的，我觉得 Game Gear 超赞这个声音超那个的。但是容量问题，他们只会塞4个头目而已。对，这砍半，就这砍半。然后他们连那个进去的画面，然后他们都变很小。哇！红白机它的那个范围会很大，但它荧幕只能塞这样，然后它荧幕还会跟着跳。对啊。这颗是那个很久以前是像怪兽对打机，平常是显示时间，然后它可以去遇怪啊，然后等级可以去选。这个是美国好像有跟卡普空授权自己做的游戏机，然后它就是1到6最一开始的洛克人8 bit 的这种。下一个 PS 系列，我记得第一款 PS 是这种，是后来改良变成是小台的。这一款是我小时候我们家第一个游戏机，它玩很久。我那时候还不会打游戏，我喜欢看我哥哥玩，他是玩洛克人8，打那个天狗人跟小丑人，就是卡关很久，所以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一台。比较特别的是 PS 系列的洛克人 X3，PS 有重置，它变成是有开场的动画。关卡选的时候，前面会有一段头目进场的画面，其他地方玩不到，就是这一款洛克人超级冒险。它是像看卡通一样，它会有3片，它是用洛克人8的主题曲，然后它的动画就是重新再画的，第一人称去设计。之后 PS 它有出这个，然后 PS2 的话就是出洛克人 X7、X8，他们是想要用3D 的模组去做一些改编，但是我觉得它的打击感跟动作没有这么的流畅。PSP 那时候附的是哪一代？洛克人，它是把第一代的头目6个加上2个石油跟时间人，然后把它那个模组重新做，对，变得比较精致的。然后第2款是这个洛克人 X 的重置版，它也是 PSP 才有，但这一款很特别，是你艾克斯把它破关之后，你可以用8把，它有3种不一样的攻击模式，所以它的2个定位区分都蛮明显的。因为洛克人可能已经40多年了嘛，对，然后再加上他后来因为一些因素腰斩的关系，所以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人认识这个系列了。那如果以你的热忱跟你对洛克人的热爱，你想要推坑洛克人，它是莱勒博士制造的，一定会有个反派，他是威力博士，常常在下跪的那一个。第一代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莱勒博士，他制造了6个头目，剪刀人、利器人跟电兵，还有那个炸弹。他一开始是在一个城市里面维护大家世界和平，利器人可能是盖房子要用的东西，剪刀就负责剪，然后电就负责提供电，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但是因为威力博士他都是第2名，他在读书的时候跟莱勒博士是同学，他不想要输莱勒博士，所以他好像就是把这个头目把它变成是自己的，偷改他头上的晶片吧，对，然后就变成自己的。然后洛克人就是为了要维护世界和平，然后他才从那个家用的机器人，就是打扫的，他跟莱特博士说他想要维护世界，然后请莱特博士帮他改造成战斗型的，对，然后他就是被改造完之后，然后才去挑战这个6大头目。这个故事的方式用很多年，到现在都还在用，很阳春，对，但也是最吸引我的。但是我觉得这是洛克人的经典，对，而且8大头目是洛克人他第一个用的这种就是非线性关卡，它就是你可以选喜欢的关卡档，你可以不用照它的原本的方式去走。像这边还有衣服的收藏，听说还有原味内裤，平常在穿的。你看我头衣服，哇，他那个好多洛克人的头，好屌哦！这一番赏的浴巾，哇塞，好可爱，好可爱哦！像这种东西你会买2份吗？另外一份没有开的在另外一边，然后这个是运动毛巾。23帮我们展示一下，哇，带着这个跑马拉松，好可爱，超帅的吧？然后再来是长袖，就是洛克人，很多都是从日拍嘛，因为台湾没有这些东西。最常穿这是情侣装。你女朋友也太好了吧，很愿意陪你穿洛克人呢。她本来认识我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个东西，但很久之后她觉得这东西很可爱。这个也是，他这个是色，然后这是色那个，对。最近他们卡普空最近有很多的，它是现在联名的。哇，这件很帅哎！我很喜欢这种素素的，有一点巧思的衣服。这个它是第一代的头
头目，这个是那个剪刀人，这个是那个利器人，这个是那个冰人、电人、跟火，还有炸弹人，就是第一代的6款，但是它跟洛克人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真的是懂的人才懂的，懂的人才懂。像这边还有很多是卡片的收藏，这个卡片它的话，这些本是散卡区，这些卡册都是官方出的。对，就是那种最阳春的那种，它是两片纸板去合在一起。我觉得收这个比较难的是，它一袋有1到42张，但是前面6张是散卡，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你今天买的这一包东西里面到底有没有是你想要的。可能散卡少了几张，但是你要慢慢的去凑。我觉得收集这个比较难的地方是这边，但是我散卡应该都有收齐了。你刚刚说有42张，所以它是可能1到6号是散卡，对，然后6号之后全部都是一般卡。对，但是第2代它从43到后面6张又是散卡，它是出到洛克人 X3，然后洛克人原主它是从第4代出到第7代，洛克人世界系列最难收是这6张，它是初代的。哇，很可爱，这样对，子是初代的。为什么会难收？因为它第一代出来的量很少，然后时间又很久。后来才回追洛克人的资讯，你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那个日拍，我最后一张好像是少这张出来说，就是用竞标的方式，收集到最后你不会 care 多少钱，就想要把它补到这边来。收集到最后你不会 care 有多少钱。那个是什么？转卡机上面的机台纸，对台纸。哦，台纸还出闪卡，好帅哦！对，台纸。然后他们很特别的是，他们有出一种大卡，就是这种吊卡的大卡，它是这张。哇，这么早以前就在出大卡，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刁难人的收藏哎。但是台湾的业者又看到一个商机了，他们会出一个台版，他们会从网络上面抓图。其实这个也蛮有一番风味的。这个是外传系列的，他们之前会在网络上面募集，自己可以画图，然后上去征稿，然后被选到的话，他们会自己再重新绘制一些头目。这是这几年出的，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后来出的特色。哇，后来出的就好有感觉，对吧？哇，这洛克人太美男了吧！这一款比较特别的是，它是那个我们刚刚Switch介绍的，它要用另外一种模式才会切换到这种救急铠甲的系列。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盲抽包，它这个盲抽包它图案是这样子，但是我只想要洛克人，所以买了很多包之后就有抽到这个。所以为了一张洛克人的卡，然后狂抽，但这个又很久，所以你又只能从日拍上面慢慢收。像这些就是日拍买很多，我觉得是一些爸爸长大之后不喜欢小时候的卡片了，然后用一些很便宜的价格去出掉，对，所以每次收来就有点像是在收到惊喜包一样。你回追这种老物就是要等别人退坑啊！像这边有一张这个春丽跟洛克人，这个也超酷的耶，这个也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哇，好赞哦！这也是从这个卡包里面出来的，对，很值得收哎，值得收哎。最想要的就是这张，这个也很特别，它是电话卡，它是 X 电话非卖品是什么了吧？哇，那我们介绍一下展示柜上面的东西。这个是早期他们出的洛克人战斗擂台，它是把擂台装电池，它那个擂台会震动，它2个玩偶放在一个塑胶的那个台子上面，他们会去战斗。它有出 X2跟 X3。然后这个是加购，算是 DLC。然后这款是出洛克人7，台子是通用的。擂台补充包，这4包是，那这个然后印这种 C 的，好像也是台版做的。那比较特别的也是这个，它是钥匙圈系列。下面的是纸偶吗？对，它是纸偶。这个哇，纸偶超爱的，就超期待的。它是一个攻略本。你现在摆的摆法是一个攻略本。洛克人它第一代的装甲，一开始的艾克斯是不会冲刺的，你要打这只，它在过程中一定会让你拿到一个冲刺的脚步铠甲，所以你才能继续再玩下面的。然后它第一代的那个装甲是最阳春的，因为它的功能都比较低一点点，然后它的就是顺序就是这样子打过来。但我觉得最难受的是这2个东西，鼻子很容易不见，对不对？大象也是网络上有，就是一定会被买走的东西。这个暴风铁鹰，它的翅膀会找很久，所以这2个特别的不好找。所以我最后其实这个系列我最难找就是它的翅膀。然后这个也是 S1 的第2代，它有杰洛，然后还有爸爸。这是最后一关的，要打那个西格玛，这西格玛的头。然后这个手还会这边晃，它不同形态的。然后到这边是 X1，然后这边是 X2，它的铠甲是变那个千兆装甲，杰洛的这个肩膀也变不一样。连这个展示的安排都非常有巧思。它就是一个9宫格吗？它的这个直接告诉你顺序怎么打。然后这是 X3，第一关也是打这个犀牛，因为犀牛的那个模式就是它固定几个模式，所以它很好打。它拿那个砖头去钻它，它的年代比较后面，所以它比较不会难受。洛克人8有出那种纸偶，然后第一关也是打这个。我记得这个最特别是蝙蝠人，他好像在选关之前按一个指令，他进去
之后会变魔界村的，然后它的那个背景会变暗。第7代的彩蛋是最多的，这个我觉得是收藏路上比较难收的，它连要出来的东西都很少，每天50块就在刷。下面这边是洛克人的大型图鉴的玩偶，它是卖1盒的，就最特别的是这个。中小只的，它其实就是那边的橡皮擦。我有个客人很厉害，我请他帮我把它涂，所以这边都是他那个上色的。对，这是上色的。所以这个是自己上色的橡皮擦。对，我请那个客人帮我上色，小只的都是他的作品。尤其早期的上色会有点阳春，会异色。然后这个是第4代，第4代很少有玩偶，它只有出在那个单销。但是我想它彩色的，所以他帮我涂第4代。然后我记得第4代的头目也是当初那个官方让那个玩家去征稿，然后他们选用8只它的 FC 的卡带，就这8个玩家有个黄金的洛克人第4代的。哦，因为他们是设计师，那个真的是买不到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洛克人那个棋盘的玩偶，它是出那种像桌游类的。怎么会想要给人家涂橡皮擦？因为就看到日拍上面有人在涂，因为我看我客人那作品，他涂的非常好，他是涂那种战略型的那种，但是材质不一样，所以他涂这东西也花很多时间。下面那个比较大只的呢？这个是那个10碗，一盒好像200日币，然后会送你一个小糖果。像这种它的涂色啊都非常的阳春，而且它的颜色很多都没有涂到，然后连那种关节是球形关节。对，然后我是把全形态跟头目这种都把它收齐了。然后像这个是刚刚提到的外传系列，风评也不错，所以他们之后有在出模型，虽然不是本传的东西。然后这也是那个早期的转蛋类的。这是你从你家里搬来的柜子吗？对，从家里搬来。上面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艾克斯的装备。第1层的话是单销，应该就是橡皮擦。对。分类的话是 X3，然后 X2、X1代，然后是原主的8大头目都大概收集起来。这个系列要洗很难，因为它有这种很小的这种小怪，路边小怪。但是有一些小孩子会自己去把它涂黑。比较特别是这一只洛克人7，有一关是踩在这个恐龙上面。对，然后它洛克人做的非常小，每次收就收到这只而已。因为洛克人会掉。对，它会掉，所以它也是算是缺件。比较稀有的应该是它是骑那个。哇，帅耶！超帅的。X2在骑车的，这些我想要收起之后再请那个客人帮我上色。然后单销啊，它其实是这个，它一打开它是这样。哇，它是一包就有全部的头目。对，一包就有，所以你要买上卷跟下卷才会集满，因为它可能这一包里面只有4只，另外4只在上卷，超可爱的。所以这个的话也算是就是完整是新的。后面的话它是 X Plus， 可能也才出原主跟那个杰洛跟艾克斯。后面这边是兽屋的早期的组装模型，后面这边就是千纸燕。千纸燕这款也不好收，因为这只捡到也很帅。这个真的是很早期的商品哎。然后它的关节对捡到可以拔下来。好可爱。第2子的系列，这排是10碗，可动66的10碗。然后这个是等一下会介绍的早期 MA 系列的，这是我第1只的洛克人。那时候6年前刚出社会，跟朋友去台北地下街，然后就看到他有出洛克人。那时候想说小时候很喜欢这个，不然就扭一颗好了。就扭一颗之后想说好像需要一整套，它的第2代好像也要，之后就变这样。它这一代有那个图下做博士，超经典的。这个真的是扭了1颗，你一定会扭第2颗的系列。这个也是10碗，它是这一种铁的吗？对，铁的，然后它是小小盒的，然后也是有一颗糖果。这个是很早期的，它其实是这6只。这个也很难收，刚刚那2只就是这个第4代的，它只有出布鲁斯跟洛克人这2只可以装电池，然后它会有声音，因为是很早期，它是1992年出的，之后再出第5代，然后它有4只，比较难收是这个星星人，因为它本来头目有8只，但是它只有星星人有做出这个，因为好像这款卖的不好，所以后面的头目都没有再出，对，就断尾了，我已经都没有找到第2组了，没办法，就不拆了，不拆了，这个合会太赞了。但是你看到它的那个涂装，鼻子是没有涂的，然后对，它是转蛋，但它转蛋转出来，它原本是这个样子哦。对，这个也是涂色的。对，也是刚刚那个客人帮我涂。哇塞！我给他一本洛克人的书，就是我刚才讲这第几代，然后就帮我翻。然后那个设定集它有头目的正反面，所以它可以帮我看那个颜色。哇！因为你知道涂这个很麻烦，是你要上一层补土，补土上完之后再上色之后干了之后再喷保护漆，所以很麻烦。但这样收你的收藏就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对啊。旁边是附小卡带，超级可爱。那我讲这个刚刚那个黄金的那个卡带就这个，这边是美版的，美版的涂装就是这个样子。但我觉得它美版早期好看的是这个系列，这种脸这种纯对，脸超蠢的，美版的真的是很不一样。它是吊卡，美版动画的那一只，这个是最经典的。对啊，对，洛克人这蓝色混蛋，洛克人你这个蓝色的混蛋，动画里面蓝色，然后再来可以发射，它超壮的耶。哇！因为记得他们都喜欢画这种肌肉，然后还帮他画这种眉毛。对，这阵子也是就是去看一些洛克人的漫画早期的，然后就总跟小时候看好像不太一样，然后都是美版的，就是好奇怪。而且这个是真的在电视上面播的，它是中文翻译，又是卷舌的那一种蓝色混蛋。
有一派台湾的洛克人粉丝，应该是动画入门的也会有。然后后面这边就是美版的一些小玩偶，然后后面这边是美版的吊饰，然后我又买了整盒，它是盲抽。但你已经有一组了。有家玩具店，它在出清，但它放在那个玩具店里面，我就说，里面还剩几个，我要全拿走。就一次好像30块台币就卖我，但是我是先收到这个是追高买贵。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我喜欢这种早期那种，它的武器很强，因为它的电发出去它是3个方向的。为了收藏洛克人，连扭蛋机都一起收藏。这个弹子也是有些店家可能把它的转弹清空，然后跟他买那个弹子。弹子我觉得是最难收的。刚刚看到除了这个弹子之外，你在墙壁上也有贴弹子。这个弹子就是最近出的桐木的磁铁，因为这一款量很少，所以我就问那个卖家说弹子可以卖我吗？然后我给他看收藏的时候，他才说他要卖我，感谢那个卖家。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那个最难收的那种系列，直偶的，它也是在那种日拍上面买下来的，一张一张去拍，那他们的保护都非常的好。收集这种弹子一定要有人去留，然后这个也是 X3 的弹子，然后这个是123的200块日币，对200块日币，美好的年代，美好的年代。这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外传系列。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外传的东西，因为觉得铠甲就是颜色很奇怪。我本来是没有收这个系列的，因为它要印这个，然后就打。而且我看它这边有风筝呢，洛克人风筝，哇，这是什么商品啊？好可爱。对啊，超可爱的。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全部的动作都有。它是1987年的12月17号第一款洛克人的游戏，旁边那个围裙10周年的，10周年呢。围裙也超可爱的耶。 10周年的话，这是30年前的东西耶。它是全新的。我第一次把它摊开才知道是这个样子。哇，这边是洛克人的平面类的，其实东西还蛮杂，它就是像这种原卡一张，然后你要把它一张一张剥下来的那种。因为这个盒子里面是就是它这种战斗卡吧，小时候是这样玩，然后闪卡，然后特别是这个，再来是这个，它是卡普空出的贴纸，上个月去日本买，他们是直接可以绣在那个衣服上的布绣，然后这是很早期的，它是洛克人第9代出的，差不多放了10年的料吧，里面都还有。不要摇，不要摇，不要摇，这边有切身之痛。这个我也有买，我也有收藏。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透明的贴纸，然后我的习惯是我喜欢收集这个贴纸。哇，就有时候它的那个平面类的东西，它就只是塑胶上面会放一个贴纸，我会把它拿下来。卡普空只要出快打旋风，它就是贴洛克人的。它的正值就是这个洛克人的头，然后特别是它跟手冢治虫有办一个展览，然后还有早期的这种目录放在卡带里面的。对，然后我也喜欢这种。哇，后面有跟时间地耶。对啊，就那个早期的。哇，好赞哦！可能是当时候他们比较热门的，他们就直接像这个也是当时的目录，会推出卡片跟转蛋，还有刚刚的那个排版都很复古，然后这也蛮特别，它是色指定表，它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一款颜色的指定表。这也是在拍卖上看到，蛮特别的是这个，它是木头做的，是在那个梅田的卡普空的商店才会有的，就是日本的那种木戒。对，木戒指。但这个在 Parco 的本店没有，我反而是到梅田才看到它有。我很喜欢这种早期的贴纸，这种好可爱哦。可是这个真的是都太完整了，很不像早期的东西。这边都是他们的资料夹，然后这是他们有一个洛克人的好可爱餐厅，也是在日本的一家店里面，这个也是手冢治虫的，他后期就是会做这种，这个太赞了吧，太可爱了吧！然后有跟一个小老鼠助佑，对，仓鼠助佑，然后莱西这个也很可爱，是柴犬的，这已经是肥犬莱西了，好赞的，好可爱哦。这个就是贴纸，它是卡带的封面，卡带封面，红白机跟超人的。洛克人有出一款手游，然后那时候卖的饮料，然后这是一番赏的衣冠，这个是糖果，然后做卡片的包装吗？对啊，封面就是当初那卡带的封面。对啊，感觉看起来好像都一样的东西，结果没有，里面的东西都不一样。连垃圾桶都是衣冠的造型。那是30周年。这边还有一桌也是琳琅满目。这一桌就是洛克人的徽章，还有一些小吊饰系列，这是洛克人10周年的一个彩色拼图，它是全部的头目都有，洛克人世界啊，到洛克人1到8，只要是原主系列都会在里面，里面都有拼的小孩子的名字。哇，好可爱哦！1998年2月10号，大山高斯，已经不是小孩子了。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水晶吊饰吗？它是20周年的纪念的水晶吊饰，就是很经典的造型。然后就是一些大的徽章，然后还有头目的徽章，还有这个是奥西的卡牌游戏。哇，这个保存也非常完整。然后记得他们的一番赏，第一赏都做这种亚克力，对，这个也是，对，它就是第一赏的这次，这个超可爱。他会把那个洛克人投影在然后这边就是11代，洛克人11代是大概是5、6年前出的徽章，然后这个是近期的，这个是很早期的，好像是战斗陀螺。哇，它是战斗陀螺上面的那个固锁轮盘。要分辨它是早期看这个有个 F，
或是1，然后它贴纸不是金色的，这种是非常早期的。然后就是最近的扭蛋，颗粒盘，因为他们最近的东西都没有很创新。特写一下他的那个表情，无奈，加油好吗？最难受是这一叠蛋纸吗？因为它这种蛋纸，它就是你有可能你在日拍买1盒，然后它才会附了1张。他买1盒还附1张，太过分了吧？或者是你要买这样1颗，它当初都没有开的扭蛋，它才会包1个。不然其实你到时候买都是散包，然后可能会缺件。像第一代是最难收到这个蛋纸，印的时候它有点暗暗的，它只有这2只大象跟老鹰，鼻子跟那个真人缺件。这款是刚刚请客人上色的那一款，转出来是单销，但是它图案是放彩色的。骗我！太过分了吧？这个好像是早期的麦片，然后它里面刚好有跟洛克联名，真的收到最后就有这种意想不到的东西耶。这是卡夹的吊饰吗？对，卡夹吊饰。新的它是这种亮的金色的，库珀利克熊，对不对？然后特别是它有一只透明的熊，印一个它的那个命的那个图案。这个它是。这是什么？它是有个笔，然后可以去触控，它是有点像是故事的游戏书，然后它有个扩充的卡夹，它是这样插进去，是洛特人的，因为它的卡夹可以换。这个好像是2个人玩，它有分 B 面、A 面，就是你这样子拿出来，然后看我加了几分，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人拿一面，然后这样子对战。它里面的卡有很多个，你要去摇它。但我喜欢的是它这种，感觉生命值在这3卡。然后这个是一个游戏，它里面也是跟这个很像，有个生命值。有声音。这是选角色吗？应该是吧。就是很早期都有这些东西。这是之前 PB 出的。然后我就是放了1张洛克人的。这个超赞哇！转出来是闪卡超爽的。我是先摆。小时候没有转过这个，所以是长大之后才买回来的。然后这是我自己做的，是洛克人的纸，这种小东西很可爱。然后这个也是转蛋类的，就是刚刚看那种圆形的那一种。它有出几款特别的，是这种材质的。然后它只有出4个原本的形态，艾克斯跟第1装甲、第2，然后还有一个硬币，这个硬币也是。哇，硬币很可爱，它是初代的。下面那个金人是怎么回事？这个是纯黄金。放在这边还得了？纯黄金，这应该就是那个台湾人那种金饰做的。我在拍卖上面看到，这家店它有在做很多卡通人物，我就看有没有洛克，还真的有。然后造型很特别，但我说有没有大一点，他说目前就是大一点的黄金。我妈就是最喜欢这个，当然啦，我也最喜欢这个。进到我房间，她就说，那只黄金的在哪？它不见，因为很小。看这边，看这边。哇！太用心了吧！对，它是那个上面是那个旋转的，快打旋风的，对，龙的那个和弦梯，跟春丽的，上面是你自己换的吗？对。哇！然后连这个我都把它撕掉贴着。哇，这样很帅哎！天哪，太厉害了！而且你还弄2面是颜色是不一样，因为 X3它黄金跟这个素身是不一样，哇，好帅！自己买来改也是很屌哎，自己做哎。然后这个也是，因为他们有升龙拳跟波动拳，就是快打旋风里面的角色，对，所以波动拳。波动拳特别是它要全部打赢1冠全满才可以拿，玩到这个状态就是这台就全破了。上面那个是什么？转蛋的锁，这个是锁。哇，好好笑，好扯！它这是蛋子在这边，它真的是可以锁的。这也是自己做的，拿出来看一下，这好屌哦！这是我跟我女朋友做的，她都陪我做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拼回去了，转不回去了，我不会解，所以我就留一颗1到6代的，就是这种玄关的，超级可爱，好可爱耶！这个应该要拼上这个就真的完全是他们的特性哎，因为它的画面就是9格啊。不是，你太聪明了吧？这太聪明了吧？这个东西要商品化哎，而且这个东西不熟的人根本就没办法玩，对，拼不出来。你知道头目，你也不知道怎么拼。对。然后这个是自己涂的，你看自己涂就会变这样，所以一定要请专业的，就会有差。涂黄色它颜色吃不进去，你平常在支出你不知道自己花多少钱，你就觉得是小钱。它从那个卖家卖到代购这个中间又是一笔运费，从这个到台湾又是一笔运费，光是运费就已经花很多钱。拍卖的话其实标多少，你想这东西你就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因为有些卡片或是一些单销的玩偶，你要收集整套很难，因为很少人会这样子收集那么久，一整套直接卖掉。然后单销或是散卡，这个是比较细的又很散的，然后数量又很多的。大型雕像的部分，这款是 HMO 的美版的杰洛，这款特别的地方是它的装甲都可以拔掉，它可以看到里面的构造。这边我最受不了这种有内部构造的，好赞哦！然后胸甲好像也可以拿，这边它装。哇，
但我平常在家我不会放刀，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对。然后这个是 F4F 的，看起来造型也是比较偏美版的造型。对，鼻子都做得很尖。然后他是布鲁斯啊，是洛克人，但他就是做一个动态了。洛克人游戏里面很难缠的跑步机。那像这个就是日版的，就是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不太一样。它是算比较哇摇头的，他头竟然是摇的。经典的博士图像也是美版的。所以他这个是博士可以这样子。然后这边是巨大系列的杰洛跟艾克斯，我记得这个有一个露天的限定，它会有一个杰洛的手炮，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款，它是25周年的雕像，然后它后面会有一个号码，这是限定的编号，对，会有个编号，好像就是限量，好像200还是500。这是我姐在国外帮我买的，因为其实国外在买这种东西不会很贵，然后这个我觉得很特别，美版的，听它声音。哇，这个声音！然后最特别的是，你看哦，好可爱！哇，搭起来的时候，它有那个很血的声音，对，它是感应，很有感应式的，这超屌的，这个会想收哦。游戏结束了，然后这个是巨大系列的，但我觉得这款很特别的是，它是洛克人拿下头盔的样子。这个是刚刚那个黑杰洛的那一款 HMO 的公司，这个都可以。哇，真性感！这个是 Figure Zero 出的，对，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很帅哎。因为西格玛产品非常少，它做工很精致。它本来是杰洛跟艾克斯的上司，它是第1代的，有披风，超久了，这个很久了。后面这边就是咒屋的组装模型箱。收藏洛克人至今最贵洛克人的单品收藏 HMO 的黑杰洛，蓝色的艾克斯，它那款蓝色艾克斯它有出一款红色的，所以这款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脸书有人抛出来，那我说这价格太贵了吧？可是我那时候就是上网去看它的那个开箱，最印象深刻是这黑杰洛，记得我那时候是用背的，因为它太重了，好像15公斤还20，把它背回我那个老家放。洛克人 X1的手部的装甲，这是那个衣冠满的那个声音。然后机器的声音，哇，听到音效就受不了哎，好帅，好帅哦！我觉得是每个要成为洛克人一定要买。再来这个是洛克人11的特点，它是一个存钱筒，然后这个是一番赏，它是卡普空的，但我又为了这个洛克人，然后又收这个东西。但它是做洛克人风格哎，对，全部都是洛克人，这个很特别。台湾卡普空寄给我的一个信封，它本来是在脸书上面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当初的贴文你把它印下来，对，把它印下来，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抽奖要送春联、跟口罩、跟扑克牌，但我最想的是扑克牌，我真的就抽中了这个扑克牌。不是从日拍或什么买到的，抽奖的，那这都是我另外收的。抽奖的东西感觉特别不一样，好像有钱也买不到。这边是食品区，它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洛克人的手机游戏，然后它只有出2种口味，现在 7 就算通贩都有在卖。我想看那个，超赞的，哇，这个超赞！萤火虫之墓的，对啊，好像是那时候推洛克人10的时候一起出的。这个是10碗，它会有写个布鲁斯的名字，里面还是有。哇！这款特别，它也是洛克人8，迪奥也是洛克人8才有出现。最特别的是这个，这是等一下要提到我去香港面交的。那他是一位大叔，50-60岁了。那时候在香港，他想要卖掉洛克人，然后就包含这个要卖是等一下介绍那 MA 系列。然后这款很特别的是，它不是像图案这种彩色的，它就是像这种铸体的。因为洛克人佛路底这个东西已经非常少了，散支的也很难找，它是整套都有。我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敢拆开。这款很特别，很稀有，就是只有在那个超人出而已，所以它产品都很少。然后再来是应该是药罐吧，很可爱的药罐。这就是巧克力球了吧？它又是刚刚那种单销，其实都是要买这一种的哦，对，它才会是一整套。而且最难找是这种一整组，因为在日拍上很常会看到就是一盒，而且破破烂烂的。对，下面也是文具组。对，文具组。你们猜这个是？它这样子翻是不是会动？你怎么知道？我感觉得出来。最后是挂掉，对，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它只是空白的，它有一本 demo， 我就打开，哇，它竟然是手翻书，然后这个是早期的，又是这种黄色贴纸的铅笔，然后洛克人大赛车，然后这个彩色笔，像这种都是很旧的，连色铅笔都要有2盒，这个该不会是没用过的吧？这个应该是有用过的，比较新的着色本，这个也很久了，一张是可以上色的，然后后面全部都是空白，就让你自己去偷师傅哎，着色本真的是着色本，哦对，这种着色本还会有那种迷宫。
这个应该是现在已经不会再出了商品，对，现在没有再出什么着色本了。再来是他们的蜡笔组，蜡笔也有。然后这是好像那时候出在 3DS 上面，然后它会有个特点，然后也是笔记本，但它的封面我觉得很可爱，它是全部的头目，全部的头目都在，好像又有刚刚那个，好可爱哦。哦，它是比较少的，然后有比较多角色。然后这边就是便条纸，外面就是印头目的。这个比较特别，它是那个月刊会送一个扑克牌，然后只有红心是洛克人的，是这个事情。然后其他是卡普空的角色。这就是刚刚那个可动66的，但我只会猜那个原主跟那个艾克斯。这边就是软的东西，像这就是睡觉，对，完整，可以这样子，然后在办公室午休。哦，用这个也太聪明了吧！布鲁斯跟洛克人的，就是我平常真的是会躺着枕头。然后这是一番赏最后赏的威利博士的屁垫，这是最近出的，又是卡普空商店。然后我觉得最特别是这个很早期的，连这都是那种布织的。看到那个小包包觉得很赞。卡带，对啊。他们用卡带梗用很久，好像也蛮实用的。行啊，这个也好棒哦。周边商品，对，23会买的东西。对，放大版的。最难说是这个洛克人面具，很久，所以它有点都裂开，会脆化掉。对，卫生纸吗？卫生纸它。哇，这好可爱哦！超级占位，超级占位。但我觉得做的蛮好，是比较后期的，像这种。不是直接贴一块布，这是精品，日本夹娃娃机的那一种。最特别的是这个，哇，这个一看就是哇，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对啊，生日礼物。然后我生日的时候还会帮我做洛克人的蛋糕。书籍的部分，他们会把洛克人 X 系列，然后 BGM 都把它放在黑胶里面。然后这个是有天在成品逛到，我想成品怎么会去是洛克人直接买回来，重新再绘制的。哇，很漂亮。最特别的是这个，它是20周年纪念的书，它是全部洛克人都在里面。这个真的哦，这个真的是，它是全部一些小怪啊，杂鱼都有，杂鱼都有，反正它是原主跟 X 都在里面，连那个 Game Boy 的世界都有，就是很冷门的都有。然后后面比较特别的是原本的那个对。喜欢洛克人这本，我觉得可以收。像我刚刚说，我给客人图，他就是看这边，他应该是有参考后面多种角度的图。童书洛克很少看到他穿便服哇，然后故事就是他被这个6代的花人绑走，然后他戴上头盔就变身了，就变身，然后打赢他之后，这个是洛克人世界2的威利博士，然后哥布出来了，突然变洛克人7，所以他是跳来跳去的，最后他们竟然变得好朋友，看不懂。然后这个是手冢治虫的设定集，就是有2只小金刚，对，展册，所以卡普空跟怪医黑杰克都在里面。攻略书，哇，攻略书，哇，小朋友不知道这种是攻略本，那攻略本后面都会加一点漫画。对，这个画风才是我熟悉的，应该是岩本加号的，他是很早期的洛克 X 系列的一个作者。下面就是都是哇漫画，都是漫画。然后其实这边就是一些攻略本啊，这好几代的，其实各代都写的都差不多啊。必胜攻略法，可是我就喜欢看他们的编排啊，然后关卡就帮你还有地图，对地图，最主要是看地图吧。然后这本我觉得也很特别，它是10周年的纪念本，要给拉页。哇，然后这是刚刚那个作者岩本家，居然是画原主的。然后我很喜欢收这个月刊后面的攻略本，这种小本的也很可爱。这本是我小时候的，我都是看这本玩洛克人8的，还有是翻译成中文。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拼图的，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募集的作品，入选的作品。这是刚刚请客人帮我上色的，对，很好看。第3代打完陀螺人，然后他自己就可以变转的，用转的去攻击，这个比较特别，对，蓝色混蛋，动画 DVD， 对，是 DVD， 它是漫画区，它也是翻译成中文版的，它是专门画原主的。然后刚刚岩本加号就是后面有在看漫画，就是接触的是这个画风的，比较帅气的，然后结果就变这样，就是哇，超不行的，是什么勇者吗？然后他的脸的比例跟透视画的怪怪的，就是有点圣斗士的风味。对，圣斗士风味。接下来这个部分的收藏呢，应该是大家会最有感的啦，应该也是最多人有办法收到的。影院开头之后，我说我来寻找我的童年，童年就在这里。如果说真的是要买洛克人的东西的话，绝对就是先从组装模型开始。觉得如果要现在可以买到的话，就是先从售屋的，他们就是会有预购啊，然后或者是售屋的店，他们都会有，他每代装甲都有出。那它有些像之前的其他系列，它可能不会整个系列都出，但是这款售屋很特别的是，它从洛克人出生，然后第1代、第2代、第3代、第4代，然后最将出的第5代的飞鹰跟第6代，他们都有一系列的要出，只是他们出的时间不是真的是按照它的顺序，甚至它还有出它的黄金版，但是这个它是它原本的颜色，大家说像狗屎的颜色。我之后还有找人涂装一个，真的是黄金版的，很帅哎，这个才是它应该要有的样子哦，真正的。
然后再来是杰洛，它比较特别是它反而不是先出黑杰洛，它是先出 X6里面的梦魇的杰洛，蛮喜欢这种红色的，所以速生有出一款上升火焰的颜色。哦，对，然后还有出 Q 版的，像这种它的载具，这个就是粘土，对，粘土人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一款系列应该是所有洛克人的玩家第一款可能会接触的，像它的全套是这样。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喜欢这个系列的，这个系列是叫做 Mega Armor， 因为我开始觉得这个人物的脸没有很生动，然后他的动作就只能很简单的做到没东西了，然后才想说我就买一只来玩看，然后发现这款很好玩的是它的装甲都可以拔下来，然后都可以自己组装，可能收到其他装甲，你可以把它拼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后来就是把这个系列有在另外补齐，比较特别是它有卖补充包，因为它应该就是一个主打可以换装的概念，对，男孩版的换装娃娃，可以买它的那个素体没有装甲的样子，它是这种组装模型，可以去拼这个 X3的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外传系列，因为这款太红了，所以它有出专门的，这是武器的，就是它会换颜色，然后它会加一个小小的武器啊，武器特效件在里面。对，这个是日版全部。那比较稀有的是这一款，它这个是衣架，它这个是不能动的，它是只能放铠甲在上面，所以它是卖这个骨架而已。再来是这一区，它都是日版的。我觉得比较稀有的可能是这一组，它是一个4合1的版本。日版你要买到黑杰洛，就是一定要买套组。日版的黑杰洛很稀有，它这个橘色的也不是一般像刚刚这一种，它只有透明橘才会在那个套组里面，所以它是4只一组。然后再来终极铠甲，它的日版就也是很难收。然后之后港版应该说它是日版它卖的太好了，那时候日版他们有授权给香港换代，所以港版它出很多像这种电镀的啊，最难收的就是这一款，它就是刚刚我提到那个大哥跟我面具那个一起的那位面具那个，他就是这次来台湾，然后他就给我这个，因为其实这款很特别的是，它有8只，但是它8只有不一样的装甲在里面，所以你要组成 X6的那个忍者装甲，全部买齐才能拼成一只完整的。对，而且它脚又分左脚跟右脚，但是还好是这一款它是手部的，所以我就买2款手炮，就是先把它先挡着用，它这边就是忍者。哇，很帅哎！它这一款有跟一个联动，就是出这个大型的机器人。我知道它有2种形态，第一个就是这种拳击的，它可以冲刺，然后去，然后这样攻击的。然后一个是机关枪的，它就是翻，然后它是可以飞，它往下它会这个风扇。因为你港版的话，它就是这8种，但是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系列，是它是出 X5的，它是这个系列，就是只有港版才出的独家的系列。像这个是 X5的盖亚，它出一个普版跟一个电镀的，所以他们要合装那个很难找。然后再来是武力的这个，它有一款是电镀，他们都会出2种。那普通的话我没有收到它的手，这又是缺陷。最喜欢是这个飞鹰的，它是 X5的那个装甲，很好是它收来的时候就是完整的。因为那时候我姐姐在香港，脸书上有一个大叔，他也是要退坑，然后用还 OK 的价位就是面交，我姐姐就是用视讯的方式，然后帮我检查每个零件有没有在，然后翻正面，然后看那个手部装甲，因为怕会少一个。比较特别是这个黄金特仕版，好像也是要抽奖才会有的。港版也有出这种电镀的，就是港版才会有的。港版它出了普通版，再加一个电镀的，然后电镀就会变得非常稀有。我想问，后面有一个初号机配色的那个，它就是特别限定版的，合会上面印特别限定版就会特别的稀少。这种颜色就会觉得它好像是同个系列，对，所以没有盒子你就觉得它好像就是一般的，甚至以为是盗版有可能。对，因为一看那个颜色不寻常啊，无法去辨认。但是懂的人他们就说，哎，这个是特别的稀有版，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港版的系列。对，但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忍者盔甲，所以我复数一直买。可是因为有时候买也不知道它这次来的货会是什么样子，所以都没有来到刚刚说的那个终极。但有时候它发出来是一坨东西撒在地板上，我就直接买了。然后量比较少，就是刚刚说的手部那个，然后就是艾克斯也很少。然后这个就是港版出的，像我刚刚说这个瓦杰利的 FF， 在日版的话它是用配件包的方式，这是那个洛克人8，然后这个就是港版的限定版的，日版就只有出普通的，但是港版它会出电镀，对，电镀色的。我觉得如果要入坑这个系列，先不要收玩具，因为它玩具真的太少了。但最简单就是你玩 Switch 洛克人合集1还有 X 的第1代，就是1跟2跟 X 的第1，那就是把洛克人最精华、最好玩、只写的东西都放在里面，而且它还有一些就是里面一些影片的介绍啊，它其实都是浓缩在这2款里面。我最喜欢洛克人7的，它可以飞，它不是直接飞，它是跳一下，你再按一次 B 键，它才会噗一下。被你讲的没有很帅，是红色的那个，是红色，然后它有2根翅膀，它是用飞弹，它手是可以飞出去外面的。对，那这个设定是从洛克人世界5，但它那时候是蓝色，它没有变身的这个系统出来。我觉得它是有点沿用概念，然后去洛克人7的时候就变跟莱西合体。这个合体很可惜是它只有出现在洛克人7而已。像这种透明的，它就是刚刚的港版才会有这种透明的，所以它其实这个系列它出很多种，它会有一个
19年的啊，什么97年的，箭头上面是指月份，所以大概90几年的都是日版的，港版是后面的，所以它大概是2003之后，他们那个载具会有一盒这种说明书，然后里面就会跟你讲它全部出过什么。日版就是这个，就刚刚讲的，这个最邪恶了，对，最邪恶，对，4合1的就是这个黑杰洛哦，对，然后这个就是外传的，它这个是补充包哦，它没有出一整只的哦。然后港版的话，它会直接给你1只，然后他们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后面就是介绍不一样的东西，而且还是变反面的。对啊，因为什么？很好看，因为那是印另外一个玩具。这个是我请香港代购，这个很特别，是它是土星，然后它是游戏片、玩具一起的同捆包，哦，所以这款是 SS 的洛克人，全部都是哇终极。它有出艾克斯跟爸爸的，然后就是复刻30年前的，就是这样子。这边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这个有个故事。去年在脸书我看到一个香港的大叔，他要退坑，他好像是先从1万港币开始发整套的日版，还有加这一盒，但是全新没有拆的，这一盒很难找，它要是日版的，然后我还特意做亚克力，好像是8000还多少港币，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要。大叔他又说只限面交，所以我就为了这个跟我女朋友订机票就飞香港，然后我还请那大叔帮我量尺寸，我先在台湾做那个亚克力，先做好，因为我把最贵的先做，还有刚刚那个载具，然后我装去的时候他这样，刚刚好，因为我量的时候我还多0.3毫米，我想要多一点点。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打开这个的时候啊，那个大叔在这边，然后我就这样闻，当面闻吗？太香了吧，然后大叔就旁边拿一盒。他觉得他不到那个，就是太喜欢这个东西了。然后连大叔他都很开心在旁边看，因为他买了30年了，他从来都没有打开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是在饭店的1楼，所以连柜台好像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我们就搞很久，在交易什么奇怪的东西，还要这样子闻。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它的日版就是整个都很齐全，这个都是大叔一次包给我的。对，像这种就是早期的洛克人赛车，它几乎没有出过玩具，而且它这个材质好像不是 PVC， 就有价值就是不要让它开，上面就会有些记号，不要再盲抽。这是刚刚说的那个特别限定版，就刚刚紫色很像盗版的那个，这也是有量好尺寸的。哦，这个真的是稀有物。听说好像当初要参加活动之类的，其实我买就是买它的这个盒子啊。这样子收藏至今大概花了多少钱在洛克人收藏上面？就应该有破100万。收集比较贵的应该就是 MA 系列，它就是每次一出来，可能一个稀有的在日拍就会很贵，然后我就要慢慢的用竞标的方式，甚至有一些它有缺点那个装备的。那个你要去买来，因为它身上的那个可能就是你刚好需要的，所以会是买很多次才组成一只。我觉得最麻烦也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这样。买的时候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最有趣的，香港那个，因为那个东西香港有，就是因为那时候是香港代理的，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香港那边才有。甚至我知道我那时候在板上有一些美国人，他们也是要找港版的。如果要有稀有度来讲，那个第5代 X5的飞鹰啊，跟武力还有盖亚3只，然后它又有2款电镀跟版的，对，那6只只要有玩 MA 系列都会非常喜欢的。那想问一下，因为这可能是很多玩具人在收藏的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个难题，家人支持你买这些收藏跟喜欢洛克人吗？我收集东西，我们家人都不会反对。上次我从香港然后买那一堆东西回来，然后我都跟我妈说，妈，这是那个日本的什么什么限量产品哎，然后就讲很多他们细节的东西，还讲到什么装甲什么。你会跟妈妈讲这个？对，因为我跟我妈比较像朋友，什么都可以聊，然后聊聊，其实我知道她根本完全听不懂，可是你会发现的事情，她的眼神比你更开心，她知道我很喜欢这个东西，而且我是可以在工作之外，还有一件我很开心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比什么东西它都还要更重要的。甚至我现在比较少住在家里，但是他还是会把洛克人当作是他自己的东西，他会帮我打扫，然后还会帮我开除湿机，他知道这东西对我很重要，对，那他知道他顾好这些东西，等于是照顾好我一样。我觉得有时候他角色不太像是妈妈，像是我无话不谈的很好的朋友。收集玩具一路上，我觉得如果家人有反对，我觉得多少会影响到收集玩具人的心情。对，那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小时候有玩过，但是你长大之后要再回去，那真的是你很喜欢这个东西，才会再把回忆又买回来。这种 Game Boy 啊，它就是我小时候的那个样子的东西。长大有能力之后，我觉得买的不是电动，是一种回忆，就是我想要再回到当初那一种，你不用管社会上的压力，你就只要好好的按 B 键把那个头目敲爆，最单纯的那个时光。所以有时候把它打开，就好像回到那个小时候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玩玩具最大的魅力是，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知道我从哪边来的。玩那个日拍代购，她是一位女生，她的婆婆是在万华，我每次面交就跟婆婆来。很特别的是，我只要2个礼拜，我就会跟婆婆见面一次。然后婆婆跟我说，你又买东西了，然后就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所以
觉得玩具最大的魅力是，它不只是玩具，它是你对这东西的一个回忆。我大概有2年是没有收这个东西，大概是我19年开这家店的时候，那时候我把我身上积蓄全部都花在这家店，因为状态不好，然后你又不能把负能量带到店里来，你要把工作态度拿出来，但是你下班是很失落的，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回到家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又是带部落客人，所以他陪我走过那段时间。我觉得最辛苦的是我女朋友，规划还有排的东西全部都是她用的，像这些东西几乎都是她排的，她可以帮我弄好那个食品区啊，然后文具区，其实我东西很杂，我一个箱子过来根本就忘记里面是什么东西了，一类一类帮我分类好。平常就是会听我讲很多这些玩具的东西，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子。今天就真的很谢谢路易斯带来这么精彩的收藏，还有感动的故事。现在有什么想法？就是我要回去好好的玩洛克人的游戏。23有什么想法？我也要回去好好玩洛克人的游戏。OK 相信荧幕前面的你一定也燃起了对洛克人的爱吧。那如果你们真的很爱的话，这边是看不到的，你们就上 Switch 去打一打，开开心，过瘾，看看我们的影片，这样就好了。这个梦幻的空间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影片里面。真的很谢谢你。不会，谢谢。那今天就谢谢路易斯，拜拜。想要来看这些洛克人收藏，这边平常是看不到的。路易斯是特别为了我们这次的拍摄，才把他家里的收藏全部搬到他的发廊来。一人转一颗啊，一人转一颗。有3台扭蛋机嘛？那就是上面这个。哇哦。那我转一颗，我想要转到叶子的好了。好，来，出来吧，炸弹超人！哇，好可爱哦！哦，好可爱哦。哦，这是你喜欢的哦，真的耶，哇，太巧了，命中注定。